5月20号，赖清德接棒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其两岸立场及政策走向受到关注。针对其就职演说所释放出的台独信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表示，赖清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讲话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岛内的主流民意。台湾地区领导人罔顾民意，逆流而动，释放了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陈斌华指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整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坚不可摧，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行动坚决有力。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陈斌华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不管岛内局势如何变化，不管谁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而对于美国等少数国家派员参加赖清德就职仪式，陈斌华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坚持和恪守，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等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强烈谴责其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敦促美方及有关国家立即纠正错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对中方所作严肃政治承诺，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其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岛内主流民意，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必须指出，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支持台独，注定失败。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祸害，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也就台湾地区520就职仪式阐明了中方严正立场，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王毅指出，近来，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密集发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坚定支持中方反独促统的正义事业，再次说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任何人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都将以失败告终。他们每兴风作浪一次，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就巩固一分，对中方立场的理解支持就增进一分。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深圳卫视注意到，在16号举行的第33届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写入理事会会议决议，充分显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岛内民众对赖清德明目张胆的挑衅言论大为不满，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就痛批赖清德直接又赤裸的表态，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那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所以我们很担心这对两岸关系未来会造成冲击。中国国民党也召开记者会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字里行间充斥两国论，正在往独派靠拢，未来可能会比前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更独更冲。针对两岸关系，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提醒赖清德不要用意识形态破坏现况。对两岸未来的发展，绝对不能用两手策略应该一切都是用诚意，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网军侧翼。希望能够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善待台湾人民。岛内媒体注意到，赖清德挑衅意味十足的讲话还没结束，台股坠崖式的瞬间暴跌，一度下跌150点。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凯反问：是否因为赖清德演说内容不符合民众期待？他还担忧未来两岸沟通的机会恐怕越来越小。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宏威也分析，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大家买不买单赖清德就职演说的单已经不言而喻。他还直言看不到赖清德有关和平的具体作为。在台北股市，大家期待可以从就职演说里面看到一个两岸和平的愿景，或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愿景吗？显然，台北股市的股民已经做出了一个具体的回应。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两岸关系研究院执行长潘兆民也指出，台湾内部分歧、分裂趋势越来越严峻，这些都将使得赖清德审慎思考是否要调整政治路线。若继续一意孤行，很可能发生严重事态。刘国深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要警惕赖清德言论背后的分离主义的立场，法理台独也是行不通的。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他在台湾内部都搞不定，他如何在两岸之间遂行他的台独分裂主张？我相信世界各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海峡两岸人民更加看得清楚，谁在破坏现状，谁在引起两岸战争，引起两岸的冲突。那么中国大陆一定按照自身的方式来规范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对台独分裂活动采取坚决的打击。深圳卫视注意到，和赖清德一同上任的还有一众独派政客。根据4月10号起赖清德陆续公布的人事任命，其中一大特色是许多人出身蔡英文系统。此外，包括多位台南帮亲信、新潮流成员所形成的赖系或南系也将取代英系。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担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的吴钊燮，在蔡英文任内担任外事部门负责人，是2021年11月大陆公布的首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的一员。现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入列2022年8月16号大陆公布的第二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且仅次于萧美琴，被排在第2位。同期公布的还有此次担任台安全单位副秘书长的林飞帆，3人都曾服务蔡英文当局，如今被赖清德留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中遭到两岸舆论强烈声讨的冷血政客管碧玲，仍将留任台湾海洋事务主管部门。观察指，赖清德的言行和现今的人事安排，显示其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历史文化等认知层面培养台独意识，全面改造岛内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这种软台独的行为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产生严重的阻碍和危害。还有分析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台独风险继续走高，台海形势将更趋复杂严峻。